农民工揣着1年的辛苦钱，准备连夜赶回家给儿子过生日，谁料半路上遇到了突如其来的暴风雪，卡车侧翻到沟里，油箱也撞破了。大叔死里逃生，爬出了驾驶室，望着漫天飞雪，无助的抱头痛哭。为了不被草原上逐渐袭来的严寒冻死，大叔只能点燃轮胎取暖，结果火苗却借着风势点燃了地上的汽油，汽油很快将卡车引爆，大叔也被炸出去几米开外。可暴风雪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。为了活下去，大叔只能踉跄着赶路。经过一夜跋涉，大叔终于看到了一处小小的毡房。然而毡房外守着条狗，毡房里的女孩也不肯让他进屋。你走，我家没男人，你快走开！车翻了，没地方去了。这外面太冷了，你先让我进去。我是俺家人的朋友，你不要害怕。女孩十分警惕，下一秒便要放狗咬人。大叔被吓得连连后退，抱怨女孩和狗一样不讲道理，直言再不管住狗就要把他杀了。契卡似乎听懂了这句话，直接将大叔扑倒在地，女孩也趁机夺下了大叔手里的刀。其实女孩也并非冷血之人，只是曼尔吉人有个习俗，家里没男人的情况下不能让陌生男人进屋。于是她跑回屋里，给大叔拿了许多馕和肉，然后让他一直往南走，那边还有户人家。大叔只能捡起包裹离开，而此刻不远的山上正有只雪狼注视着一切。女孩回到房间后，便向太阳神祈祷保佑大叔的平安，因为从这里到那户人家有30多公里，外面的环境这么恶劣，这一路恐怕凶多吉少。这时他听到契卡在木棚的地方狂吠不止，暴风雪挡住了他的视线，他只能拿上匕首出去查看，结果发现木棚那里有一只雪狼。恰好这时刚才的大叔又折返回来了，毫无防备的他被吓了一跳。此时契卡已经和雪狼打了起来，可他根本不是狼的对手。雪狼发现两人后也朝他们扑了过来，两人连忙回到毡房，将房门反锁，这才长舒一口气。原来大叔在走出一段路后，发现天阴的厉害，恐怕很快就会迎来一场更大的风雪。这么漫无目的的走下去，很可能会丧命，所以只好原路返回。看到女孩对自己充满戒备，大叔一言不发的点燃牛粪生火取暖，见契卡的身上被咬掉了一大块肉，女孩赶紧给他处理了伤口。想到自己正身处险境，女孩也顾不上所谓的规矩了，默许大叔在这里躲一躲。只是取暖的牛粪所剩无几，剩下的都在木棚子旁边，想拿牛粪必须就和雪狼硬碰硬。女孩家里倒是有一把猎枪，不过在外面翻倒的铁柜子里，要想避开雪狼也是困难重重。但这场雪一时半会儿停不了，如果没有牛粪，光是低温就能要了他们的命，他们还是得想办法。女孩听后，从抽屉给大叔拿出了一把菜刀，本以为大叔会出去取牛粪，谁知他却拿出女孩家里的食物，自顾自地吃了起来。契卡起身朝他吼叫，被大叔恶狠狠地警告：“你给我闭嘴！你最好让他老实点，不然我就把他杀了。”女孩害怕大叔来真的，连忙安抚契卡的情绪。吃饱喝足后，大叔终于心满意足，戴上手套准备开始行动。这个大叔想去拿院里的猎枪，可木棚里还有头饥肠辘辘的雪狼。他戴上给儿子买的骷髅面具，接着拿起菜刀，小心翼翼地走了出去。怎料刚把装枪的柜子扶起来，雪狼就发现了他的身影。女孩想让契卡出去帮忙，但刚被雪狼咬下一大块肉的契卡根本不敢出去。眼看雪狼步步逼近，大叔只能挥舞着手里的菜刀，谁知不慎滑倒，千钧一发之际，女孩扔出一个铁桶吸引雪狼，这才将大叔拖回了毡房。雪狼发现被骗，用力撞击房门，发现门被两人抵住后，转了几圈便离开了。正当两人以为雪狼终于放弃时，雪狼竟直接撞破门窗，大叔一刀劈了过去。两人的嚎叫声暂时吓退了雪狼，可下一秒，大叔竟用女孩的身体挡住窗户，搬来柜子抵住房门。女孩哭着瑟缩在角落，但大叔显然没有耐心哄她。行了，用刀割下一块地毯，修补了漏风的窗户。枪没拿到，牛粪也不够烧了，再这样僵持下去，两人可能会被活活冻死。为了缓和气氛，大叔不合时宜地开了个玩笑：“跟男人在草地上打过滚吗？”女孩误以为大叔对自己想入非非，连忙拿出匕首防身。大叔解释自己只不过是开玩笑：“不许你给我开这样的玩笑！”下一秒，大叔竟然大发雷霆，一脚踢开契卡，用恶狠狠的语气警告女孩别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，否则就把他丢出去喂狼。
晚上，两人从新闻上得知，这场大雪已经把所有山路封住，预计寒潮还将持续10天左右，气温将继续下降，有可能达到零下45摄氏度。政府建议牧民们尽量集中在一起，方便后续的营救行动。零下45度，就算不被狼咬死，也会被冻死。可女孩还是拿起一块肉喂给了奇卡。大叔抱怨吃的东西本来就不多，不应该喂狗，但这只狗是女孩从小养到大的，在他看来，大叔这个不速之客才不配吃东西。大叔立刻恼羞成怒，扬言要把女孩扔出去。冷静下来后，大叔喝了口热奶茶，在这个节骨眼上，活下去才是最重要的。牛粪马上就要烧光了，可雪狼还守在院子里，大叔只能先劈了家具当柴火，可家具很快就烧完了。大叔又打起毡房的主意，女孩连忙制止，要是毡房倒了，他们一定会冻死，所以不等到最后一刻，绝不能动这些东西。可大叔只顾着眼前的冷暖。女孩见状，拿起竹筐就要出去取牛粪，大叔连忙将她拦下，称自己已经想到了一个办法，能让他们血液沸腾，不被冻死。咱俩如果都脱光，裹在被子里，相互的热量就可以。哎呀！比起让狼咬死，还不如我先把你扒光了。大叔将女孩扔到床上，女孩惊恐地看着他，但大叔其实只是吓唬她而已。为了活下去，两人决定一同出去拿牛粪。他们蹑手蹑脚地出了门，雪狼没有来追他们，而是跑进了温暖的毡房，大快朵颐地吃着桌上的食物，看来是想鸠占鹊巢。大叔直接关上了房门，让女孩先去拿猎枪。可女孩看着这一幕，腿都吓软了，不知所措地愣在原地。大叔只好自己去拿枪，谁知雪狼趁机跑了出来，还死死咬住了大叔的胳膊。听到大叔的哀嚎，女孩终于回过神，用竹筐打走了雪狼，把大叔搀扶进了毡房。女孩给大叔包扎了伤口，为他披上了大衣，还让他用白酒取暖。接着女孩劈了桌子生火取暖。这时屋里的灯突然灭了，原来蓄电池也没电了。借着微弱的烛光，女孩向太阳神许愿，这场灾难赶紧过去。大叔深知那只雪狼正在等待时机，等他们没有反抗能力时，雪狼就会咬破毡房进来撕碎他们。当务之急还是要拿到猎枪。看到女孩还在喂狗吃东西，大叔急了。现在重要的是人，而不是狗。他想要杀了奇卡吃肉，但女孩却用匕首抵住了他的脖子。放下你的刀，放下，放下！原来奇卡曾帮助女孩躲过一场雪灾，所以无论如何他都不会杀掉奇卡。无奈之下，大叔只能再次尝试出去拿枪。出去前他告诉女孩，包里有10万块钱和驾驶证，如果他死了，希望女孩帮忙转交给母亲。可雪狼很快发现了他，大叔只能返回到毡房。雪狼显然已经饿疯了，竟不顾一切地撕咬起毡房。毡房被咬得到处是破洞，这样下去，就算毡房不倒，他们也会被冻死。如今已经命悬一刻，大叔再也顾不上其他，为了保命，只能杀了奇卡，丢出去喂狼。女孩伤心不已，可也于事无补。两人趁雪狼吃东西补上了窟窿，木柴已经烧光了。大叔打算做最后的尝试。原谅我被逼得发疯了。我也一样。令人出乎意料的是，雪狼吃饱后去休息了。这一次，大叔顺利取到了枪，枪里只有3发子弹，但对付外面的狼足够了。两人准备等天亮了再出去解决狼，围着火炉各自聊起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大叔当过4年兵，因为妻子出轨已经离婚了，而女孩的经历就比较惨了。他和母亲搭车时遇到坏人，母亲为了救他被坏人杀死。从此之后，女孩就非常抗拒与男人接触，但经过这阵子的相处，女孩觉得大叔不是坏人。她在太阳神面前摆上贡品，倒上酒，端到大叔的面前，大叔一饮而尽。从今天开始，你就是我的哥哥。天一亮，两人走出毡房，来到木棚。大叔用枪指着雪狼：“你也有害怕的时候。”哎呀！大叔扣下扳机，谁知因太久不用，竟然卡壳。雪狼见状扑倒了大叔，大叔再一次扣动扳机，终于枪响。雪狼被吓跑，女孩将大叔带回毡房。透过窗户，她看到雪狼因为没有食物，竟然开始吃自己的幼崽。女孩吓得想找大叔寻求安慰，后知后觉地发现大叔已经身负重伤。女孩立即脱下大衣为大叔盖上，可大叔依旧不停地冒冷汗。眼看大叔的眼神已经开始迷离，女孩不顾一切地脱掉了两人的衣服，用身体为大叔取暖，将他从鬼门关拉了回来。终于，女孩的祷告被太阳神听到了。第二天，风雪终于停了，天空出现了久违的太阳，救援直升机在他们上空盘旋。女孩搀扶着大叔走了出来，他们终于得救了。看到不远处的雪狼，女孩下意识想要扣动扳机，可大叔却阻止了她。
契卡很忠诚，女孩让他咬人他就咬人，让他趴下他就趴下。只是在被狼咬上后，女孩再怎么拖他出去救人，他都退缩到毡房角落。雪狼很爱自己的孩子，把契卡的肉先留给孩子吃，可当弹尽粮绝，还是吃掉了自己的孩子。动物虽然也是有感情的，但是保命的本能是改变不了的。在生存面前，不管是人还是动物，都免不了做些无奈之举。好在这趟旅程下来，大叔和女孩还是收获了更为珍贵的东西。